好，來看到這一場啊，美國和日本聯手干預匯率啊，完全是一場可以寫入這個史冊裡面的全球金融大海嘯。來看到就在上個月，也就是2026年的7月底，日元對美元是瘋狂的崩跌了，而且呢破紀錄40年來最低，逼近了164大關。好，我們來看到了美國啊，竟然發動了首次美日的聯合干預，實施拋售歐元、跨海救日元，甚至呢還把歐洲央行蒙在鼓裡，震驚了西方世界。好，那麼美國救日元到底能不能成功呢？我們今天呢也出來了這3個 A、B、C 3個選項有可能會發展的未來趨勢。我們待會也會請專家幫我們把這個趨勢未來的這個預測啊寫在白板上，待會我們再同步亮牌。好，我們先來看到這個 A 啊 ，A 是什麼呢？最後呢，美國真的救日本成功了，日元是持續的止跌回升。好，美日罕見的聯手干預大獲成功，日元也成功的止貶了，從低點穩定的回升。好，那麼美股呢，還有日股聯手創下新高，最後全球金融市場就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之下回歸穩定。好，再來呢，有沒有可能是 B 呢？B 是短期效益而已啦，它只是強心針，結果日本反而欠下了巨額的債。來看到，根據歷史經驗證明啊，這個單純的匯市干預往往只有短期的效益。那麼，為了要向美國借美元，日本被迫將大量日本國債還有美債來做抵押。那表面上看起來啊是穩住匯率了，不過呢，實際上日本的財政赤字還有隱形的國債是再度的飆高。好，再來看到 C 是什麼呢？最後啊，日本是自救啊，它的央行升息卻打亂了全球的資金流動。來看到日本央行被迫自救，日本央行未來啊是無預警的連續升息，直接就把利率拉到最高。那麼全球利差交易大暴走，那因為啊，如果日本是瘋狂的升息，那麼資金呢為了要還債，被迫集體拋售，全球資產將會把錢匯回日本，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劇烈的動盪，也引發新一輪的全球金融海嘯。好，我們待會啊要來請這個專家幫我們預測了 A、B、C 哪一種最有可能。那麼也請觀眾朋友幫我們預測一下哦，來思考一下哪一種是你心目中最有可能的未來趨勢呢？也歡迎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和我們一起來互動哦。好，我們來請專家來幫我們來一起來亮牌了。好，我們先看到介大使選 B， 孝瑋哥選 B。好，那麼戴副主任 A、B、C 各有趴數。好，我們先先請那個戴副主任來幫我們解釋一下。好，我覺得這3個其實都有它發生的幾率，不會說是一個就是單獨獨立的狀況了哈。但是從 A 的角度上來看的話，我覺得它可能30%的機會是因為以前也有一些案例是曾經成功過的哈，但是現在要聯手救日元，就特定的貨幣來講的話，它本身不太是一個經濟的行為而已，它很多更是一個政治上的選擇。所以如果能夠救成功的話，基本上它是一個好事哈，就讓美國的國債、日本的債務大概可以有一定的控制哈，那大概也不會朝向一個比較混亂，而且可能產生套利，然後接着就發生金融危機的一個情境在。那 B 最有可能的情形是因為，其實就這樣的一個貨幣來講的話，在 A 情境要投非常多的錢，可是，在 B 情境裡面其實也要，但是在 A 情境裡面其實是很多國家都要共同去出錢做，可是，在 B 這個狀況上面來講的話，如果美國單純只是去做一些干預，但是其實要出力的點還是在日本政府。那以 B 跟 C 來講的話，我如果要去升利率，其實它是一個政治性的操作，它其實並不是只有單純的經濟因素在考量，所以反而 B 的可能性會更高一點。但是 B 的可能性會变成是說，我把這些日本持有的美國的國債也好，或是日本的這些債券它要去做一些抵押跟應用，那實際上很可能就變成是一方面也會傷害到美國，但是實際上讓我自己短期的匯率利率能夠獲得控制。那很多政治人物其實並不看長期的結構的狀況嘛，所以短期一旦能夠穩住，撐過這一次選舉，撐過這一次的任期，那他大概就功德圓滿了。所以我覺得 B 的幾率是挺高的哈。那 C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為什麼會只有20%？是因為如果從現在各國央行總裁以及他們的一個利率的走向上來看的話，
新的聯準會的主席大概可能會這種做法了哈，就是無預警升息啊，連續升很多次。可是日本央行從來就不是這個風格啊。然後日本央行的總裁也會體認到說，他現在去決定日元的這個利率的走向的時候，其實他不僅是在決定日本的經濟，他是決定整個全球的市場以及他現在所面臨的執政政府的那個政治的壓力哈。那以這個過去的軌跡上來看的話，其實他們也不太會去做這樣突然暴走啦，好，就是開始跟着美國的這個步伐就持續的往上升。這個不僅會讓日本國內的政府債務遇到一個暴升的狀況，它同時也會讓國際上的資金這個流向開始做很大幅的改變，所以這個日本大概承擔不起這樣的一個壓力，所以我不覺得他會把所有的精力往 C 那個情境去做。大概這個是我的看法啦。那我想再請教一下，日元大概要回到什麼樣的狀況，它比較才稱為是回穩？這個可能還是要回到那個經濟上怎麼去看，因為一方面要兼顧出口，一方面其實也要兼顧國內的那個消費的能力嘛哈。所以你也不太可能說它現在從160幾塊一路攀升回來到100塊、90塊，因為這個對出口商來講簡直就是自殺行為嘛哈。但是你說再往下跌個170、180，它對於日本國內的消費跟經濟也是很大的傷害啊。所以我想那個區間上大概會慢慢回到我們前幾年看到的那個水準上。也許你看到了120、130，好，接近這樣的一個水位再去做。當然這個有它前提的變數來，就是說干預有沒有成功，利率有沒有改變，然後美國跟其他亞洲貨幣之間的這些相互的匯率的關係是不是也在動態的變化？那這些因素都要考慮進去，才有辦法說哪一個價位其實是合理的。不然以現在的角度上來看的話，當然那個交易市場都會認為說有成交的價錢都是合理的價錢啊。好，我們謝謝戴副主任。再來問一下，尚偉哥選的是 B。哦，對，因為其實你說今天一個國家的這個匯率啊，那其實像這次美國非常強力的這樣去干預日幣的這個匯價，但其實你說日本的基本經濟面有變好嗎？你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就是說日本其實他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它的日元匯價維持在這個程度，其實對大家來說都是很辛苦的一個情況。日本內部其實有所謂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到它的物價漲了。其實甚至你說如果說你近幾年有固定大概比如說每隔1年左右你去一趟日本的朋友，大概也會發現日本的物價其實真的漲了。那這個漲的部分來說，你說感覺好像漲了那麼一點點但其實從這個後面物價漲背後所牽連到的所有相關的人的這個部分，或是它整個這個經濟運作這個部分，都是非常一個複雜的這樣一個態勢。那對於這些那個經濟就是說就是說經營主企業主來講的話，那其實由於日幣長期維持在一個低迷的這個狀態，因此讓日本人不管在生活上或甚至於在休閒上來講，都面臨到一定程度的壓力那像譬如說，我記得2年前跟這次去這個夏威夷，我會感覺到日本的夏威夷的日本人變少了。你過去可能在哪邊看，在那個夏威夷走到哪裡，你都看到一大堆日本人那個口尼基哇那個一直不斷。但現在你會發現那個什麼思密達這個聲音變多了，韓國人去的變多了，日本人真的相對來說比幾年前少非常多。那也就代表日本人現在真的不太出得起國那特別是去美國。那像我還記得我2004年那次坐那個日本從那個夏威夷回日本的這個班機，整個經濟艙載客率只有大概差不多30幾%，這次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大概60幾70%的這個狀況，你就會發現日本的情況現在變成說，其實有一個蠻兩極化的情況，就是有錢的人很有錢坐經濟艙都那個商務艙都滿的豪金艙都滿的，但是經濟艙變得比較空，所以這其實也會影響到日本一般民眾的這個出國這個習慣跟能力。那同樣的在這個日本國內這個經濟情況上，由於我們剛剛前面看到這麼多專家都講到日本跟美國之間這個匯差，而且日本今天一旦如果說提升好這個他自己本身的利息，會讓他自己本身的國債的這個問題也會變得更為嚴重，因為我既然提升利息，那相对的我的這個國債利息也要跟着增加，那我政府就要弄更多的錢來去那個平息就是把這個利息增加這個錢就要把它 balance 掉。那這個時候其實對於日本整體來講，它的經濟或者說它的這個財政支出並不好，所以現在我覺得日本大概最難的就是財政大臣。好，我們謝謝江偉哥。那介大使呢，也是同樣選 B 的選項。對，因為事實上美國這一次他主要出手是為了救他自己，不是救日本嘛，因為他第一個就是說，他不希望日本用賣美債的方式來救日元，因為上一次日本花了
就因為那個時候是160大關的時候，日本的這個日本政府花了將近740億美元，賣了740億美元，所以後來這個貝森特就警告過說，你可以救日元，可是你要用什麼方法救？他說你要用升息的方法，他沒有說你不能賣美債，可是他就說你要用升息的方法，意思就是說不同意用賣美債。那這次我想大概兩國政府也經過溝通以後，那就美國就說，那我出手來救一次看看。反正那個貝森特也洩露了，他說買50到100億日元嘛，就是製造一種心理因素。那實際上他是賣歐元去買日元。